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对的人要向错的人道歉。对的人向错的人道歉呢，乍听起来好像很不合理呀，认为这句话好像是违背常理呀。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高深的哲理，尤其要走入修行呢，更要学习这种出世的精神。日常生活中难免会碰到一些不合理或不公平的事情，那有的人会据理力争的不平则鸣啊，甚至义愤填膺啊。那有的人会因为重义气嘛，路见不平他就会怎么样，与人争辩到底啊，并且认为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那由于这种择善固执的坚持啊，每当遇到不合理或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理直气壮，得理不饶人啊。然而，当我们仗着自己的能言善辩啊，跟别人一阵激辩过后呢，我们会发现哦，虽然自己是理直哦，但却因为气壮啊，而让对方呢口服心不服啊，彼此伤了和气，甚至起冲突都会啊。做人不讲理是一种缺点，但做人硬讲理啊，那也会是一种盲点呢，那叫做强词夺理啊，那这是一种凡夫的四字辩聪跟伶牙俐嘴嘛。待人处事要讲理啊，虽然这个是人跟人相处的基本道理啊，但有时候如果过分强调理，造成理性有余啊，感性不足啊，那这样就会造成什么？理多情就薄啊。更何况你认为自己有道理，也不是你说了算啊，因为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啊，合理不合理啊，标准在哪里啊？其实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而已啊。所以没有对错，只是观念不同而已。有时候我们看，明明是别人错在先啊，我们也是要对的人先向错的人道歉的。这个道理有些人会无法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就是为了止息纷争啊。对方不讲道理，不可理喻，我们就不要跟他牵扯啊。既然道不同，那就不相为谋啊。为了及早脱离这个乱境啊，也为了止息纷争啊，让自己赶快清净平静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懂得以退为进。以前我在随师的时候，有一次啊，证严上人谈到，为何对的人要向错的人说对不起？证严上人这样解释的哦，别人虽然错了啦，但是他不想修行，也不想改过，那我们先对他讲对不起，是为了我们要修行，要修的我们自己心宽念纯啊。这句话是醍醐灌顶的啊。所以主动向不对的人道歉，他才不会跟你牵扯不完呢，也会因为彼此断恶，你跟他道歉了嘛，对，所以断恶心善，止息纷争啊。那向错的人道歉也是一种提升人格的学习的最好学习耶。学习不要只是做一个对的人，或做一个有理的人而已，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啊。相反的呢，老想争一口气，或越想就越气，甚至自己赌气啊，这样忍不住这一口气，那就很容易祸事临头，造成冲突啊。夫妻之间啊，亲子之间，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都是这样，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人生经验的哈。所以对的人先改自己的信念，告诉自己，想要成佛的人就先改。想要心宽念纯的人就先改，能这样想，能这样转念呢，心里会好过一点啊。这个就是开悟的理念啊，更是生活的智慧了。一个人如果理直气壮啊，或得理不饶人啊，这样咄咄逼人呢，就很难跟人家广结善缘了。光是那个面相就很难看的，对不对？尤其当别人已经知道自己是理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得理要饶人啊，给人家台阶下，那这也是一种慈悲的啊。
然而生活中我们偶尔会遇到不可理喻的人嘛，或遇到不近情理的事情啊，让我们百般无奈跟无辜啊，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好把这种不合理的事当作磨练啊，那把合理的事当作训练啊，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日积月累，那就是宝贵的人生历练了。不必执着对与错，也不必执着有理跟无理，这个就是不妄心分别的意思了。有机会解释的，我们就把握机会好好解释。如果解释了对方还是不听，或选择听不懂，或我们没机会解释，那就一切随缘啦。反正日久会见人心嘛，水晶就会见池底啦，对不对？向别人道歉并不代表自己是错的哦，而是我们希望化解僵局啊。对的人如果能够先放下身段，先低头说一句对不起，那可能就是让事情的圆满落幕了嘛。这是一种智慧了，不是认错哦，而是认缘呐。这是缘都是如此嘛。那我们常常会执着自己的成见，都认为我是对的，他是错的。那这个是凡夫的知见哦。真正的佛知佛见是什么？你对我也对，他也没错，这样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是真入境界，才是真正的亲近呐。佛门有一个公案哦，两个出家人在争执啊，那一起到老和尚那里告状啊，请老和尚评评理呀。那老和尚问甲了哈。甲说完之后呢，老和尚说你对。那乙听得很不服气啊，也跟老和尚说了一大堆啊。老和尚说你也对。那老和尚身边站了一个侍者啊，等这个他们两人都离开了呢，这个侍者问老和尚啊，老和尚，你刚刚跟他们两人的对话是不是有问题呀？两个怎么都对？老和尚看着他说你也对。其实老和尚才是真对啦，他们三个才是有问题啦。老和尚是心里头没有是非善恶争执，心地是真正的清净平等觉，这样才是高度的智慧跟善巧方便，也才能够解决大小纷争啊。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句话大家朗朗上口，能够用到的地方也非常的多。对的人先道歉，不是承认自己有错，而是示现谦卑。这个是在放下呢，非要分清是非对错的执念呐，放下这个执念呐，这样做反而能够保住自己的自在跟清净的。别人要不要修行，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修行就要修的心宽念纯。修行者如果要体会入佛的境界，或想要潜藏涅槃的滋味的，那就必须先充实自己，先调整自己，先改善自己。唯有自己提升了，才有可能与人群相聚的时候怡然自得啊，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悠然自在啊。这样叫做自觉，自觉觉他的自觉。那至于要如何觉他呢？或要如何去改变别人呢？那这个要看因缘的啦。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人缘、地缘、时缘都具足了这个就是善因缘啦。这个时候讲话呢，就真理了，很容易度化别人了。如果提醒别人，反而会造成别人的不开心或者受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呐，否则会无缘说话辨是非，甚至一语惊死梦中人，不是惊醒，是惊死梦中人，造成彼此的恶缘，一辈子也化不了了。相反的，如果能够以智慧去审时度势权巧点醒他，而让他有台阶下，这样就不会让他觉得很难堪，也才有可能化解恶缘结善缘嘛。孔子时代有一个故事
有2个人呢，因为买卖起争执啊。那这卖方甲呢，他就说了，货款是卖方嘛，卖方甲就说货款是3乘8是24块。那买方乙呢，想占人家便宜了，就说不是3乘8是23。那这个时候刚好颜回在场啊，颜回就以坚定的口气跟这个乙说了，3乘8当然是24啦，怎么可能是23？那这个时候呢，乙就很不高兴的说，那不妨我们去孔老夫子那里评评理啊，谁对谁错，孔子说了算。颜回就说好，如果孔老夫子说你是错了，那怎么办？那乙就回答说，如果是说我错，那我赔上我的头了，头给你了。那如果你错了呢？颜回就回答说，如果孔子说我错了那我就赔上我头上这顶帽子给你了。那孔子见了这一群人问清楚状况之后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3乘8应该是23并且要颜回向跟这个乙道歉，把帽子给对方啊。那颜回心里就很不服气，就说，老师，你为何如此说呢？你真认为3、8是23吗？孔子说，你想想看啊，我如果说3、8、23是对的，你只不过是输了一顶帽子啊。如果他输了，这个乙输了，他可是一条人命，他投给你耶。这个时候呢，颜回呢恍然大悟的说啊，哎呀，老师果然是重大义而轻小事小非啊，学生惭愧万分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啦，在人群中啊，道理很明显的事情呢，是非很明显的事情，不必去跟人家争论公道自在人心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也说，于一切之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各位看这个经文的2个事而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意思是说，一切真理没有语言不能说明也无法表示更不必去辩解争论那里面这个离诸问答，简单讲就是保持沉默，不必问也不必答。生活中人事纠缠跟人我是非无可避免。那我们也经常看到受委屈的志工向师父倾诉希望师父能够体解他的冤屈而给予适时的安慰。然而正言上人都是以正向激励的教法告诉他对的人向错的人道歉，他认为他是对的嘛，你对的人向错的人道歉那这样子的思想跟孔老夫子是道道相通我们凡夫常常以世俗观去看人生百态习惯以主观跟定见去看事情因此看不到真相跟实相所以才会陷入迷惘跟迷失之中而成为自己心智成长的障碍有一位非常发心的志工组长经常以自己的我执跟我见去主导活动因为这个组长个性很任性也很率性这样的行事风格自然会造成很多志工们深受其扰而不知所措要听他的话吗？好像这是他自己的定见而不是正见。那不听他的话吗？这个区块又是他负责的因此志工们无所适从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还有另外一位志工干部常常自以为是正义感，能够为大家仗义直言那看了以后他就觉得要讲话但虽然理直但却气壮结果他一讲出来以后，令这个组长反弹更大于事无补，也伤了和气之后呢，有一次这位仗义直言的这个志工干部回去精舍那早已了解整个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的正言上人，一听他这个仗义直言的这个人的提这件事情第一句话就说了，哎呀，不要去断人家的慧根。那时候我随时在旁边一想一听，那些组员志工们都是受影响的人那上人怎么不担心那些志工会被那位组长断慧根呢？
那个时候对师父这样的教育百思不解啊。而在之后的一些志工工作中，我更是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呢。而证严上人都是教育那些自认为是对的人，或自认为受委屈的人呢，甚至心灵受伤的人呢，自己要先改。慢慢接触佛法，也理解证严上人的思想体系之后呢，我才真正体悟觉者的处世精神跟佛法的真理大纲啊。他告诉我们啊，想要成佛的人就要自己先改了，想要解脱的人也要自己先改，想要解除烦恼的人，要止息纷争的人也是要自己先改。因为懂得改变自己的人，才能因为放下而度脱此生啊。那不懂得放下的人呢，只好继续跟乱境的纠缠不已，没完没了啊。净思语也告诉我们啊，别人怎么对待我们，那是我们的因果。那我们要怎么对待别人，那是我们的修行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啊！所以对错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他是在告诉我们，一切的境界现前，都是自性的显现啊。对错跟净构的那个境界呢的判定，都是由自己的念头在主宰，在判断，都是存乎一心呐。昨天我们自认为是对的决定，今天可能又觉得不大对了。那今天坚持自己是对的这个事情，明天事过境迁，心情沉淀过后呢，才发觉，别人也是不错，也是没错啊。那观念不同，想法就不同了。想法一不同，心态也不同了。那心态不同呢，做法也就不同。那做法不同呢，言行造作的表现也会不同啊。所以心念必须很超然的，站在制高点，才能宏观一切。钻在牛角尖里面，那自然是不见天日啊。有一次啊，我随证严上人行脚啊，那一位行事作风比较无法跟团体配合的志工啊，向上人提到说，他很想做事情，可是团队的成员都不给他机会，没有成就他。不但这样哦，还处处做梗。他觉得自己没有错啊，也觉得大家为什么对他这样不公平呢？那证严上人听他倾诉之后呢，他对众开示上人说了，不要说我跟人家要和，是人家不跟我和，不要这样子说。你应该说人家不跟我和，那是我没有主动去跟人家和。这是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开示啊！如果自认自己还是没有错，那这句开示就很难听得懂。如果能够马上反观自照，忏悔自己过去的无明跟习气啊，那这句话会从此改变我们所结的众生缘哦。常常自认为自己没错，即使有错也是别人的错，或是我不必改，要改是别人先改，这样子的心态就是我慢。以这种心态来对付别人，就变成卑劣慢了。对自己是我慢了，对别人就变成卑劣慢了。那卑劣慢比我慢更严重啊，两个都是习气的一种了哈。那一直看到别人的缺点，这种人做事不会周全。那一直在看别人缺点的人呢，也需要别人来看他的缺点。因缘果报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嘛，对。那这个道理懂了以后，我们就不会想去看别人的缺点跟过错了。即使看到了，因为眼睛很锐利啊，看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而耿耿于怀了。这个就是将心比心的同理心啊，同理心就是智慧嘛。任何事情你能够天天反省，要反省自己这边哦，不要去责怪别人那边哦，那你就成功了。你要是反省自己没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你就错到底的，就很难回头了啦。过失都在自己，别人没有过失，别人错了也是对的，我对了也是错的。修行要这样内观自省，才能收到效果了。有些人会质疑啊，为什么我对了也是错的？会这样子质疑啊，因为我对了还是有我执啊，有我执就错了对。所以走入修行，就要随时提醒自己了。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啊。
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啊，真是学不完了哈。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对的人要向错的人道歉，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什么